你敢相信吗？在《西游记》神话传说中的猪八戒，竟然在现实中呢是真实的存在过。在云南保山的西庄村，竟建有一座八戒寺，寺庙里面常年供奉着猪八戒的金身。这里也是全国唯一一座以猪八戒为崇拜对象的庙宇。在神话中呢，猪八戒常被贴上好吃懒做的标签，但为何这里的人们却对他顶礼膜拜？原来，在当地流传着猪八戒治水护村、勇斗红魔，被村民视为守护神。寺庙中供奉的猪八戒是肩扛9尺钉耙，憨态可掬，寄托着对忠厚勇武的崇敬。据说这座八戒寺的历史呢，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当时的西庄村就称高老庄，甚至有传说称，明朝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灵感来源可能就源自这里。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云南省保山市。在我身后呢，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叫做八戒寺。这个八戒寺呢，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猪八戒为崇拜对象的纪念性庙宇。猪八戒这位人物呢，可谓是家喻户晓呢。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猪八戒是一位好吃懒做又好色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被世人所供奉呢？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八戒寺。这里呢，就是八戒寺的正大门了。在旁边呢，有一对楹联，我们来看一下。《西游记》说神话来自民间，吴承恩写八戒源于西庄。这个村庄呢，叫做西庄，以前叫做高老庄，是在清朝光绪年的时候改名为西庄。据说呢，这里是猪八戒的家乡，也就是《西游记》中猪八戒做上门女婿的高老庄。这座寺庙呢，它是始建于唐朝的末年，距今呢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座寺庙呢，分为前殿、后殿还有侧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上面写着老年客厅。这边呢是本村老年人活动的一个地方。这边呢是正殿。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这边的房屋门前放了一堆杂物，应该是放杂物的一个地方了。看这边还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一些捐款人的名字，还有捐赠了多少钱。那边好像还有一块碑。哇，这块碑看起来挺老的，是用一整块石头给凿的。哇，你们看它上面有时间记载，大清光绪甲辰年。上面有一些功德银饰28000钱，应该是捐的多少钱？这块应该是一块功德碑。在这个正中间呢，放着一个香炉。这个香炉呢，是给来往香客提供烧香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进入正殿。在这个大门上有一对楹联，我们来看一下。大王、二王又名施惠，法力感八方。护殿天子保驾，立功威灵显四境。上面是真诚至善。这里面供奉的不是猪八戒，是大王和二王，还有送子观音，还有财神爷。前殿就是这个样子了。八戒殿呢是在后殿的侧殿，我们从这边去。这边有一个指示牌，八戒殿由此进。看一下这边，这边是一个厨房，做饭的一个地方。这里呢就是八戒殿了。
你们看这个猪八戒，手持9齿钉耙，头戴僧帽，脚穿麻鞋，身穿蓝布衫，顶着一个大大的肚子，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个猪八戒呢，是当地村民众筹重建的。以前呢，他是不长这个样子的，他们是直接以影视剧当中的猪八戒形象为原型，这才塑造出了这个泥身。其实它的原型不长这个样子，它以前是被破坏过的。你们看上面有一个照片，以前的原型是这个样子的，比较黑瘦黑瘦的。在这个八戒殿中的墙面上呢，画着几幅壁画，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画的是唐僧带着沙僧取经的路上，上面供奉的是佛和菩萨，旁边笑口常开，这边呢供奉的是弥勒佛，这边还有2幅。这上面画的是孙悟空，下面还有个供台。孙悟空呢是斗战胜佛。看这边画的猪八戒，还有一个女子，上面写着“八戒全力创三地，翠南深情送午餐”。其实，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之前呢，这个猪八戒的故事早已经在这个村已经流传了。他是借鉴了这里的故事。看这边，西庄猪八戒之故乡。像这个村有很多都是以猪八戒名字命名的，比如说八戒星、八戒地，下面是3元树，还有福陵山、云栈洞。相传呢，这个云栈洞是猪八戒出生的一个地方，还有浪坝村，这些地名呢都是在这个村真实存在的。在这个八戒殿的旁边呢，还有一个殿，这是最后一个殿了。圣观自在，众善奉行。这里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在这旁边还有一个空殿，我们来看一下。竭诚奉献。八戒寺呢，在当地还是香火比较旺盛的。每年的正月23，这里呢会举行庙会。上面是2014，这上面是2023，都是一些功德捐赠人的名字，捐赠多少钱？这边还有一个2019、2018、公元2016年、公元2017年，好像每年都会举行庙会，然后把那些捐赠人的名字都会以这种形式给它记录下来。看这旁边还放了有很多桌子。这外面有一棵古树，书名叫做紫薇树。我们那边有的人叫做马灵光，它到冬天的话，它就会蜕皮。
在这个后殿的正中间呢，放着几块功德碑，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一看就很新，都是近几年的。那边有几块，这边这几块看着挺老的。1998年，跟我差不多。这边是中华民国11年，有100多年一点点。目前呢，我看到最早的一块碑是在刚才我们进来的那个门口那边。这座寺庙虽然历史非常悠久了，但因为当地村民的妥善修缮和维护，这座寺庙看起来还是比较完整的，不像其他寺庙那么金碧辉煌。虽然这个装修也比较普通，但是给人一种非常古朴和原始的感觉。在这个八戒寺的外面呢，有3棵大树，这3棵大树呢叫做3元树。当地人认为这3棵大树代表着猪八戒与西庄与高翠兰与唐僧之间的3段缘分。正是因为这些传说呢，更加添加了这个八戒寺的神秘色彩。我的3包啊2包哈，3包哈。 2包，我拿2块钱给你的。我在那里包就是了哈。他那2块钱。2块钱，2块2包啊，2包啊。这个拿1包吧，2块钱。3包就拿去。你们猜我们买这个干嘛用的？绝对不是用来自己吃的。来，这2块钱，拨我8块钱。哦，我付手机给你。2块钱。 有称就给我称嘛。我没有，那你有找的吗？啊，我找给你。找给我。他们老年人都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因为他们取不出来。小妹，大福保佑人家大发财。谢谢，借你的吉言，非常感谢。我说那个车里面有零钱。我说他找给我就一样的呀。我要在哪一包，他就有2包。还有3块。 哦，刚好3块。好，好。好，谢谢。哎呀，我们去里面吧。在八戒寺的不远处呢，还有一个卧佛寺。在寺里面呢，有一个山洞，叫做云栈洞。相传那个山洞呢，就是猪八戒出生的一个地方。等会儿我们进去看一下。刚才我们在门口买了一些粮食，买了一个瓜子和这个花生。你们猜这是干什么用的？绝对不是我嘴馋要吃啊！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哇，这里面好宁静啊！在这个寺庙的里面呢，有一个池塘。大家看到这个池塘的时候，可能已经猜出我买这个瓜子和花生的用意了。 在这个池塘里面呢，生活着一种鱼，叫做软骨四须巴。这个鱼呢，专吃瓜子和花生，堪称中国一绝，也是这个卧佛寺里面特有的奇观。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哦，这边吧，这边好多鱼啊！哇，你们看好多鱼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种鱼？专门吃花生和瓜子。 你们看，抢着吃，他们好像更喜欢吃花生一点。哇，我来喂一点瓜子试一下。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鱼？听说这种鱼只要离开这个池塘就会死掉，就会生存不了。 好大的鱼啊！你看它们吃瓜子耶，好像它们更喜欢吃花生。
哦，我的花生和瓜子已经喂完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种奇观？我也是第一次见，感觉特别的神奇。现在呢，我们去寺庙里面去看一下。这边是卧佛寺的一个大殿，我们进去看一下。在这个正中间供奉着弥勒佛，旁边各有2位是4大天王。这个云栈洞呢，就是在这个殿的后面。这个寺为什么叫卧佛寺呢？因为在这个寺里面有一尊卧佛，因为它是躺着的，是睡着的，所以就叫卧佛。这里面呢就是云栈洞了，相传猪八戒出生的一个地方，不过没有灯光，很黑啊。这旁边放的有很多神仙，还有佛像。灯光比较暗，大家看，各式各样的神仙。这个山洞好像好深啊！走到这里呢，就已经走到底了。看那里，那里就是尽头了。这里还真是别有洞天。现在我们出去吧。大家看这个大殿非常的有特色，在这个山洞里面的周围全部是放了一些神像和佛像的，包括这个头顶上的崖壁上都是有这些神像和佛像的，真的是太壮观了，你们看。从这个云栈洞出来呢，也就是这个正殿的外面呢，两边各有一个殿，一边供奉的是地藏菩萨，一边供奉的是西方三圣。我们先到地藏菩萨那边去看一下。这里面呢，供奉的就是地藏王菩萨了。
像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呢，就是地藏王菩萨发的一个慈悲大愿，他的意思是要解救地狱苍生，直到没有一个在地狱受苦，他才成佛。现在我们到西方三圣里面去看一下。在这个正中间披着白色斗篷的就是西方三圣。我们所说的西方三圣呢，里面包括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关于猪八戒的传说呢，在这个当地呢也流传着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在唐朝时期，这里被称为高老庄。每年碰到雨季呢，高老庄总是受到洪涝灾害的困扰。当地传言呢是猪妖作祟。在古代，只要是有灾难发生的地方，都会说是有什么猪妖蛇妖作怪。所以当时的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建造了一座庙宇，这就是八戒寺的雏形。后来在当地出现了一个少年，他拿着9齿钉耙，带领村民们治好了洪涝，并且还娶了当地富商高家的女儿。由于他长得不一般，所以人们就把他称之为猪八戒，并供奉在寺庙里面。从此这个八戒寺呢就有了，这就是猪八戒的原型之一。另外一个说法呢，大概就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说法。猪八戒呢本来是天上的神仙，后面由于犯了错误，被贬下凡，投错猪胎，于是呢，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妖怪一样。猪八戒来到凡间的时候变成妖怪，当时就在高老庄一带活动。后来猪八戒化作一农家后生，到高老庄那个太公家做上门女婿。不想在与高小姐成亲后不久呢，那一副好吃懒做的猪相渐渐地露了出来。为了避免事端，猪八戒便与高小姐搬到村后的山上居住。最终经过观音点化，在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这里的时候，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沙和尚以及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高老庄呢，因此取名为西庄。后面呢，村里人得知八戒得到成仙之后，便在西庄建设庙宇，常年供奉。这就是2种八戒寺的来源。都说艺术源自于生活，来到这个八戒寺之后，我才又了解到，原来在这个猪八戒的背后还隐藏着这么多令人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